每个民族都会传承并留下一个独特的上古神话与传说体系。由于年代过于遥远，这些传说难免会失真，但是这些传说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流传下来，并在其基础上形成风俗与文化，必然有相当程度的历史真实性作为基础。其中，作为《史记》中开篇的第一个时代，武帝时代，无疑是传说与历史开始接轨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传说中的武帝时期上承神农时代，据推断，武帝时代开始于约公元前2700年左右。这一时期，中国最大的文化圈是以彩陶文化为特征的仰韶文化圈。彩陶文化散布的区域与我国古代传说中夏族及目前被定义为华夏集团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同。主流观点认为，神农与黄帝皆属于华夏集团。同期在其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圈是黑陶文化、龙山文化的前身。大汶口文化及其周边一些文化与我国传说中九夷及东夷的活动范围相吻合。传说中东夷的活动区域大致是在渤海沿岸，直到淮河与长江下游。中国有记载，最早的一场战争便发生于华夏与东夷集团之间，即神农伐抚燧之战。关于神农与炎帝的说法有3种观点，有神农与炎帝为一人说，也有神农与炎帝各为一人说，还有神农氏是一个统治时代的称号，神农与炎帝为这个时代共主之称号的说法，并有8代炎帝以及17代神农这2种说法。在《战国策》和《孙膑兵法》中，苏秦和孙膑都引用了神农伐抚燧这一战争。目前认为，这场战争应发生在萧县和邳州这2处大汶口文化地点。神农攻打抚燧是因其不惧怕神农的统治，神农最终战胜抚燧势力，巩固了其天下共主的地位。此外，神农曾将国都从陈及安徽淮阳迁移到曲阜，以及位于胶州一带肃杀氏的人民反叛国君归于神农的记载，或许也与此战有所关联。到了神农时代的末期，神农氏的统治逐渐衰弱，各地诸侯之间互相侵伐，而神农氏无力征讨。此时，有熊氏的轩辕开始以武力讨伐各地诸侯。轩辕所在的有熊国被认为在目前河南新郑一带，而诸侯当中只有蚩尤不肯服从。依照《史记》记载，轩辕与末代炎帝禹往在阪泉交战。关于阪泉的位置，至今尚有争议。有记载，阪泉与涿鹿相近，因此有观点据汉代涿鹿县地名，认为阪泉与涿鹿应均在如今的河北涿鹿县一带。而反对观点认为，当时在河北地区的聚落较少，因此战场应在河南一带。在《列子》中记载，轩辕以雕、和、鹰、鸢4种猛兽为旗帜，并将熊、罴、貔、貅、出、虎6种猛兽投入了这场战斗。经过3次交战，战胜了炎帝，并与炎帝的势力进行了联合。关于这场炎黄之战，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前往空桑讨伐炎帝禹往，蚩尤战胜炎帝禹往后自立为炎帝，也称阪泉氏，于是激起了轩辕和炎帝势力联合反抗蚩尤的侵略。在此说法下，轩辕击败的炎帝并非炎帝禹往，而是自立为炎帝的蚩尤。阪泉之战与涿鹿之战也是同一场战争，即轩辕与蚩尤间的战争。尚书称蚩尤为九黎之君，有观点认为九黎属于东夷集团，在目前山东的西南部一带。也有观点认为蚩尤应属于长江中游的黎苗集团。或许蚩尤所属的九黎与东夷和苗蛮都有所关联。据管子记载，蚩尤在葛庐山及目前湖北与江西交界处附近的水中制备出金属，并打造成为了武器。而长江中游、湖北与湖南一带一直是铜铁矿丰富之地。公元前3000到2000年这个时期，也是考古学上铜石并用的时期。这一时代的蚩尤使用金属兵器的传说，确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相对于使用金属兵器的蚩尤势力，使用木石武器的轩辕一方拥有制弓的人才徽以及制作箭矢的人才木仪。据《易经》记载，轩辕与尧舜都是凭借弓箭的威力震慑天下。轩辕的华夏集团与蚩尤的九黎集团持续发生着冲突，有轩辕与蚩尤交战，9战而9不胜的记载。轩辕部族与蚩尤部族最初接战的地点可能在河南省中部，接触后双方循河路进退已不可考。
轩辕部族一路后撤，而蚩尤部族则随之深入至涿鹿一带。双方最终在涿鹿爆发决战。这场战争的经过并无可参考的描述，除《山海经》中充满神话色彩的记载外，还有一个较为现实的版本。轩辕与蚩尤在迷雾中作战，轩辕使用指南车辨明方向，驱众向蚩尤部族冲击，一举将其击溃。蚩尤也最终被其擒获并斩杀。蚩尤在涿鹿之战失败后，其所率领的黎苗部族可能大部分都溃散或回归原地，因蚩尤所率九黎族在此次战争中受创最深。战后，九黎族再无记起之领导人物，致使其各部星散各地。尚书尧典所记载的黎民，应是涿鹿之战后黎族散布于中原各地的痕迹。涿鹿战后，轩辕乘胜归附中原，得到了中原各部族的拥戴，一时声威大振，继而代替神农氏，被诸侯尊为新的天下共主。炎帝以火德称王，五行中火生土，轩辕选定五行中的土德，对应颜色为黄色，以此定名号为黄帝。武帝时代自此拉开了序幕。